我在南风馆救了个遍体鳞伤的盲眼少年，将他带回家，好吃好喝养着，一心盼着他养好了，跟我生几个和他一样好看的娃娃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伤愈后，夜夜将我圈在怀里生娃娃。就在我沉醉其中时，他却被京城的属下寻到，还要将知道他落难的人全部灭口。我连夜放了大火逃走，在街上与疯了似的冲向火场的他擦肩而过，这一别就再也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在南风馆门口买了一个遍体鳞伤的盲眼少年，只因他长得实在太好看了，迷茫着一双眼睛蜷缩在角落里的样子，像是1岁的白瓷，让我直接就掏出了这么些年攒下的所有银子。隔壁卖豆腐的婶子好心来劝，姚娘，你是酿酒的，要干力气活，买个中看不中用的瞎男人做什么？他这样的，在南风馆里不知道有多少老爷们喜欢。听到老爷们喜欢时，那少年垂下了眼眸，长长的睫毛落下淡淡的暗影，微微颤着，像是羽毛，一下下轻挠我的心。我就是看上了他，买回去也不用干活，只跟我生娃娃。大声说完，我拉起他的手，一路把他牵回了家。刚一进院子，就闻到了浓浓酒香。他茫然环顾，像是在找源头。我得意地笑了起来。香吧？是我家祖传的烧锅，酿的90里8香都出名。往后我养你绰绰有余，你只要安心跟我生娃娃就好了。他脚步微顿，低声问：今晚生吗？那怎么行？我连忙摆手，听人说生娃娃很消耗气力，要先把你的伤医好，养得壮些再生。他低下了头，没再说话，耳间隐隐泛着红。到了晚上，我买好伤药，烧了一大锅水，准备给他清理伤口。可脱衣服时，他百般不情愿，躲躲闪闪。我起了脾气，猛地用力将他推到床榻上，又跨身跪坐在他腿上。被我买了就是我的人，再躲闪，我找根绳子把你捆起来。他胸口起起伏伏，像是在压抑着什么。良久，认命似的点点头。你下来，我不躲了。这才对。我翻身下床，解他腰间衣带，等衣服脱下来，却直接愣住了，咽了咽口水，觉得自己真是捡到了宝。白日里见他那般单薄，还以为瘦骨嶙峋，没想到脱了衣服，宽肩窄腰长腿，肌肉线条利落，再配上那张好看到惊心动魄的脸，我越想越开心，忍不住笑出声。他的脸红得厉害，想拉起衣服遮掩，却又不敢，直哑着嗓子问：你笑什么？笑我自己银子没白花。我拿起手巾，一点点为他清洗伤口。烛影幢幢，在他暗淡的眸中摇晃。我忍不住问：我叫宋瑶，你叫什么？魏玲。魏玲被我好吃好喝的养着，身上的伤很快好了。每日傍晚，我卖完酒回来，都能看到他倚在门边，墨发雪肤，身姿挺拔如竹，只往那里一站，就好看到可以入画。这样的人，我可舍不得让他干活，只夜里跟我生娃娃就好，将来的孩子也都长得像他那般好看。这天，我关铺子回家，路过锦缎庄，看到里面挂着一条腰封，白底上绣着墨竹，枝叶环绕，心中忽地一动，脑中冒出这系在魏玲腰上的样子，冷清雅致，又惹人遐想。我买下了那腰封，兴高采烈地回家。可出乎意料，魏玲并没像往常那样等在门口。我心中担忧，忙跑过去推门，却听到院子里传来说话声：魏玲哥哥，我给你做了一件外袍，试试看。宋瑶姐姐只会酿酒，不做女工，给你买的衣裳哪有亲手做的合身舒服？是临街秀才的女儿郭真真的声音。等了一会儿，见魏玲不回话，她又说：宋瑶姐姐也真是的，整天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。我跟爹学了认字，以后每天来给你念书解闷，好不好？好你个郭真真，不但背着我送衣服，还要每天来看魏玲。我当时火冒三丈，一脚把门踢开，只见两人站在院中的杏树下，一个高挑，一个娇小，看着甚是般配。魏玲脸上还带着来不及收回的浅笑。我强压怒火，一把将魏玲扯到身后。她是我花钱买回来的，只能跟着我一个人，别再打她的歪主意。
郭真真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不甘心地撇撇嘴。宋瑶，你眼里就只有钱？你知道魏林哥哥喜欢什么吗？有问过他愿不愿意跟着你吗？这话反倒将我问住了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自己看上了他，花钱买了他，他自然要听我的话，跟着我，从没想过他愿不愿意。见我答不上来，郭真真脸上闪过得意，大声问：魏林哥哥，你喜欢宋瑶吗？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，隐隐盼着他能说愿意，哪怕点点头也行。可他只是轻叹了口气，多谢郭姑娘的好意，我衣食不缺，过得很好。天晚了，我烧好饭菜端上桌，又下意识地将魏林喜欢的菜放在他手边，只因他眼睛不变，只会夹最近的菜。吃饭时他一向安静，都是我时不时找些话说。可今天我也实在没心思说话，倒了一大壶酒，自斟自饮起来。也不知喝了多少杯，手腕忽然被握住，少喝一些。魏林的手指和他的人一样干净修长，玉一样白，让我心里忽地生出莫名的酸涩。娘去世的早，我从小的衣服也都是买的，并不知道亲手缝得更好。白天我要去铺子里卖酒，不能陪你。你若是闷了，可以去对面的茶馆，那里的说书先生讲的可有意思了。我不是眼里只有钱，这些日子我知道你口味清淡，喜欢蒸鱼和葵菜，你眼睛看不到，每次的鱼肉都是我先挑过刺的。魏玲，我真的挺喜欢你的，你能不能也有一点点？喉咙忽然间哽咽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为了不让自己显得那么卑微可怜，我努力笑了笑，将酒一饮而尽，摇晃着站起身。天晚了，去睡吧。可一只手臂伸过来，环住了我的腰。魏玲将我扣在怀里，摸索着触碰我的眼角。怎么哭了？谁哭了？我嘟囔着，用力把他推开，自己却脑袋发晕，向后仰倒。当心！随着惊呼，我们一起摔倒在地。只不过我落在了他怀里。我撑起头，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，虽然双眼暗淡无光，却仍好看得惊心动魄。心里像是燃起了一团火，双手忍不住在他身上乱摸起来。让我看看养壮了没，是不是可以生娃娃了？他的呼吸一下子重了，慌乱地来抓我的手。瑶瑶，这一声低吟让我本就昏沉的脑子立时炸了锅，想也没想，对着他的唇就吻了过去。之后的事我记不太清了，似乎先是我抱着他亲个不停，等累了想跑，又被他捉回来圈在身下。再后来，我好像还哭了许久。他一边亲我一边轻声地哄：你不是总吵着要生娃娃吗？生娃娃便要这样。最后沉沉睡去时，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生娃娃好累，还是算了。可魏玲不肯善罢甘休，每天夜里又哄着我跟她生娃娃。白天我在铺子里直揉腰，隔壁婶子见了，笑得一脸揶揄：看不出你那病弱的瞎眼相公倒有些能耐。我扶着腰，忍不住腹诽：他是眼盲，但可不病弱。婶子又凑近推了推我：做那事是最耗身子的，你可得炖些鸡鸭给他补补。原来还要这样。我赶紧去了集市，可时辰晚了，好的食材都卖光了。晚上吃饭时，我将这事与魏玲说了，保证明天一定早些去买。她弯唇一笑，妖孽似的勾人：不需要补，我也能好好跟瑶瑶生娃娃。果然夜里又折腾了大半宿。往常她结束后，我直接睡个昏天黑地，可今日想着要早起赶集市，睡得并不踏实。朦胧中感觉身边的人起身穿衣出了门，我心中疑惑，刚想问他去做什么，院子里突然传来说话声：小侯爷，属下都已安排好了，明日就可接您回京。好。魏玲淡淡的声音响起，我暗中离京的事还有多少人知道？回小侯爷，属下已将知道您行踪的人都排查清楚了。魏玲点点头，脸上神情比这月色还凉。她薄唇轻启，声音又轻又缓：都灭口吧，一个不留。没多久，说话声都消失了，门轻轻被推开，魏玲走了进来，躺回我身边，手臂再自然不过地环上我的腰，将我整个人抱入怀中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
我一个人呆坐在酒铺里，脑中始终回荡着那几个字：都灭口吧，一个不留。时至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魏玲从冷漠疏离变得夜夜要和我痴缠，只为等我熟睡后跟他的属下们联系。若不是昨日我心中有事，只怕就要死得不明不白。我看着酒铺里的几口烧锅，狠了狠心，放火点燃。那是爷爷留给爹，爹又留给我，烧了实在心疼。可眼下活命要紧，店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我打翻了，火苗遇到酒，更是瞬间燃得厉害。外面很快传来嘈杂声，不好了，宋家的酒铺着火了。刚刚我还在铺子里见过宋瑶，快救火！我换上准备好的伙计的衣服，抹了一身灰，趁乱从后门逃走，一路直奔城门口。期间在街上看到了魏玲的身影，她忙着一双眼睛，跌跌撞撞往酒铺的方向跑。我顿住脚步，静静与她擦肩而过，看着她仓皇的背影，心中默念：此生再也不见。阿银姑娘，来2壶酒，要烈一些的。好嘞。我利落的开坛，倒酒，塞瓶口，一气呵成。大哥拿好，好喝再来。转眼间，我来到这边陲小镇已半年有余。当初听那些人叫魏玲小侯爷，还说要回京，那我肯定逃到离京城越远的地方越好，所以就一路来到了边塞。这里民风质朴豪放，人人爱酒。我随意改了个阿银的名字，在街边摆酒摊，生意倒也红火。只不过最近总有突厥人出没，和官军打仗，日子过得不怎么安稳。这天晚上，镇上的一位老爷宴请，要了许多酒。我最后一趟送完，已是深夜。路上黑漆漆的，我握紧灯笼，快步走着。突然，脚下被什么一绊，险些摔倒。我回头去看，吓得心口一阵乱跳，竟然是一个满身是血的人。经过魏玲的教训，我可再不敢在外面随意领男人回家，当即装作没看到，想离开。可走了2步，心中越来越难受。那人身上穿着甲胄，是镇上的官军，没准就是和突厥人打仗受的伤。对保家卫国的将士见死不救，良心实在难安。我想了想，快步跑回家，拎来一大坛酒，给他灌了几口，又倒在他的胸口和手心上，用力搓了搓。他身子渐渐暖了，恢复了些意识。喂，能起来吗？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我用尽全力将他撑了起来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医馆。在敲开医馆的门后，我立马躲进了角落里，看着他被大夫抬进了屋，才终于放下心，转身回了家。男人，我可是再不敢招惹了。之后的日子一切如常，我仍旧每日坐在街边卖酒。这天，街上传来阵阵马蹄声，有人骑马而来，行至我的摊子前，拉住缰绳，扔下一个酒坛。这坛子是你的吧？马上的人一身玄衣，束着乌发的红色带子，迎风而起，全身上下满是风发之气。我点了点头，是我的。君也要买酒吗？他忽地笑了，眼眸明亮如星。那晚我遭突厥细作的暗算，命悬一线，是你救了我。这么大的想让我如何报答？我吓了一跳，忙不迭摆手。不用不用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他嘴角的笑僵了僵。看你说的，小爷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我这才察觉说错了话，又连忙摇头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跳下马，走到我跟前，随手拎起一坛酒，喝了几口，眸光瞬间亮了，像是被溪水洗涤过的黑曜石。果然是这个味儿。当时我快要没知觉了，就靠着这酒香吊住一口气。我叫韩彦之，是这里守军的统帅，以后有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我从没找过韩彦之帮忙，他却隔三差五往我这里跑，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，兴致来了，还带着我一起出城骑马。渐渐的，我跟他熟识起来。他出身世家大族，却从小不爱念书，刚满16岁就被他爹打发到军营里，他反而如鱼得水，军中历练了几年，越发潇洒恣意。我对他那所谓的救命针，很快就在军营里传开了。那些军中兄弟见到我，也都笑嘻嘻地叫阿莹。韩彦之听到一次打一次，口中嘟囔着：
阿莹也是你们能叫的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只有我能叫。这天晌午，韩燕之托人带话，说军中来了客，让我去送2坛酒，还说那客人口味清淡，酒也要淡一些的。他的军营我早就去惯了，拎着酒轻车熟路就走进他的大帐。韩燕之正坐在帐中说笑，他旁边的人一身月色锦袍，身影被遮住一半，却让我觉得莫名熟悉。阿玲，你难得来我这座监军，可得尝尝这里最好的酒。说着，转身对我招了招手。阿莹，来，这是我京城来的朋友，让他尝尝你的手艺。我愣愣地看着他旁边的人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那张屹立如画的脸是魏玲，只不过他的眼睛不再是暗淡无神，眸光冷冽如水，淡淡从我身上掠过，丝毫未作停留。我低着头，拼命抑制着颤抖，把酒放过去，转身就走。阿莹，你去拿。韩燕之叫了一声，随即又抱怨道：定是阿玲你冷着一张脸，把她吓到了。我再不想听他们说话，越走越快。就在快要走出军营时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接着手腕被人紧紧握住。魏玲将我拉至身前，眸中墨色翻涌，喉结滚了滚。姑娘，这酒是你酿的吗？我咬紧唇，点了点头。她却仍不肯放开我，又问：姑娘，你不会说话吗？就在我不知该如何遮掩时，韩燕之冲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扯到了身后。阿玲，你在京城不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吗？怎么到了这就对人家姑娘动手动脚？告诉你，阿莹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别欺负她。魏玲听到救命恩人时，长睫闪了闪，垂下了眼眸。抱歉，是魏某唐突了。我摆摆手，表示并不介意，又赶紧走了。一路上却总感觉有道目光如影随形。当晚我做了一整夜的梦，一会儿是魏玲站在院门口，红着耳尖叫我瑶瑶，一会儿又是她在月色下冷笑，都灭口吧，一个不留。到后来又冒出许多杀手，拿着刀追我。救命！我惊呼一声，睁开眼，心口狂跳，似能从腔子里跃出来。外面天已亮，我勉强起身，却没有半点力气，也不想出去摆摊，恹恹地躺在屋里休息。临近晌午，传来敲门声。阿莹姑娘在吗？我心中一个机灵，是魏玲的声音。她昨天已尝出我酿的酒的味道，心中起疑，不弄清楚不会善罢甘休，终究是躲不过去。我硬着头皮去开了门。门外的她长身玉立，手里拎着一盒糕点，看到我时愣了愣。姑娘的脸色有些差，可是生病了。我咳了2声，嗓音沙哑道：最近染了风寒，确实有些不舒服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她听到我说话，眼中似有失望一闪而过，但随后又笑了笑。魏某喜欢姑娘的酒，想再讨几杯喝。那魏公子稍等。我转身回了院子，心中暗暗松了口气。昨天幸好自己警觉，买了许多麻黄泡水喝。麻黄能治风寒，但服用多了会喉咙嘶哑。只盼魏玲听不出我的声音，能够打消疑虑，以为我早已葬身火海。我一边想着心事，一边倒着酒。身后突然又传来魏玲的说话声，听口音，阿莹姑娘不是本地人，是什么时候搬来的？那声音离得极近，吓得我双手一颤，酒坛直接掉落。小心！魏玲猛地把我往后一拉，酒坛落地，摔得粉碎。多谢魏公子！我急着想躲开，他却反手环住我的腰，将我整个人揽进怀里，目光灼灼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眼中有失而复得的惊喜，亦有小心翼翼和忐忑。他一手禁锢着我，另一只手抬起，缓缓伸向我的脸，手还是从前一样好看，骨节分明，玉一样白。曾经抚过我的长发，拭过我的眼泪，也曾托起我的脸颊，反复亲吻。可现在看着他一点点靠近，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以前我总是缠着他，拉着他的手摸自己的腰和脸，告诉他就算看不到，也要牢牢记住我是什么样子的。难道他竟真的记住了？就在手指触碰到时，一个人影闪过，一把将魏玲推开。韩燕之怒气冲冲，挥拳打了过去。魏玲，你这个混账，竟然又来欺负阿莹！
魏玲被打得嘴角出了血，却依旧愣愣地看着我。韩燕之更是怒火中烧，别以为做了定远侯，我就不敢把你怎样。再欺负阿莹，我剁了你的手。说完，又回身对我笑了笑，脸上满是安抚。阿莹，有我在，不用怕她。我勉强点了点头，我没事，只是有些不舒服，想好好休息休息。他听到我的声音，立马担心地蹙起了眉，连声问我哪里不舒服，可有看过大夫。我应付了几句，他终于拉着魏玲离开了。等他们走远，我将门锁好，腿一软就瘫倒在地。看来这里也不能久留了，得想办法偷偷出城。只是近来城外兵荒马乱，官军和突厥人战事焦灼，贸然离开只怕会很危险。好在战事吃紧，魏玲作为监军，军务繁忙，再没来找过我。有好几次，我看到他带着士兵们修筑城防。无论他对我怎样恩将仇报，但对全城百姓来说，他确实是个好官。2个月一晃而过，这天夜晚又来了几个军士买酒。自从那日韩燕之打了魏玲，他都是派人来取酒，再没让我去过军营。可今天那些军士将酒搬上车，又对我说，韩将军请阿银姑娘也去一趟。我有些疑惑，可有什么事吗？大概大战将至，韩将军有什么话要特别跟姑娘交代吧。大战将至，我默默低下头，上了马车，一路到了军营，走到韩燕之的大帐门口，里面有人在说话，是魏玲清冷的声音。诱敌之事，还是我去？那怎么行？太危险了。韩燕之的口气有些急，你若有个3长2短，你那长公主娘亲指不定去陛下那里哭成什么样。可除了你我，谁做诱饵才能吸引突厥主力？魏玲的嗓音依然平静无波，你是全军统帅，又怎能去做饵？帐篷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韩燕之叹了口气，那好，你去，但千万别逞强，我自有分寸。2人说完，出了大帐，看到门口的我，全都愣了。韩燕之先回神，下意识就挡在了魏玲身前。阿莹，你来了，我刚好有些事要跟你交代。说完，拉起我就走。刚刚听他们的话，似乎魏玲要去做一件极危险的事。我心里忽然闷闷地疼起来，想跟他说一句万事小心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回头望了望。他负手而立，也正看着我，眸光流转，似揉进了这融融月色。韩燕之将我拉到了一个僻静处，反复叮嘱了许久。他说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率大军出战，到时候城中防备空虚，可能会被突厥人偷袭。一旦有斥候发现突厥军，守军会将全城百姓转移去山上躲避。到时候你千万别害怕，跟着大部队走，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接你们，记住没？最后他又问了一遍，神色极为郑重。我用力点了点头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你们一定要万事小心。几天之后，魏玲先出城了，他带走的士兵并不多。又过了些日子，韩燕之率领主力大军也走了，城里突然间安静了，集市上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，人们的脸上都带着焦急，盼着官军能得胜而归。这天傍晚，守军们突然挨家挨户地敲门，所有人速去城门集合，我们带大家去山中躲避。突厥人果然还是要来了，幸好韩燕之提前做了安排，大部分将士留下守城，其余护送百姓。我简单收拾了几样东西，临走又带了一小壶酒和伤药，以防路上受伤。出城后走了许久，突然听到了哭声。阿宝，我的阿宝去哪了？是住在隔壁的大娘。阿宝是他早亡的儿子留下的孩子，才刚5岁。平日里祖孙俩相依为命，大娘求身旁的人跟他一起去找阿宝，可突厥人就在附近，他求了一圈也没人敢去，最后绝望大哭。我实在于心不忍，上前拉住他的手，别哭了，大娘，我跟你去找。谢谢阿银姑娘。我俩逆着人流往回走，边走边喊阿宝的名字。天色渐晚，不知不觉中我们也走散了。我越发着急，一声声喊个不停。突然不远处的草丛中隐约传来哭声，我赶忙跑过去，
果真是阿宝坐在里面，正哭得伤心。别怕，姐姐带你走。我握紧他的手，赶忙去追大部队。不知走了多久，身后传来阵阵马蹄声，越来越近。我回头看去，顿时胆战心惊。马上的人全都是突厥兵的打扮，口里大喊着：中原女人，别让她跑了！眼瞅着就要被追上，我一把又将阿宝推进了路边草丛。别出声，等你阿奶来找你。说完，就拼了命地往前跑。那些突厥兵并不理会草中的阿宝，径直追来，很快将我围了起来，一个个眼露银光，哈哈大笑着。其中有一人伸手向我抓来，我将早就握在手中的酒泼了他一身，同时又飞快点燃火折子，扔了过去。火焰瞬间将那突厥人吞没，惨叫声响彻夜空。反正我也活不过今晚，拉一个垫背也算值了。其他的突厥兵全都大怒，把刀向我砍来。就在时光电火间，有一人骑马而来，一把将我拉上马背，又飞驰而去。我来了，别怕。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怀抱和气息，竟然是魏灵。那些突厥兵仍旧穷追不舍。没过多久，一阵阵箭雨射来，他一手持将，一手紧紧把我抱在怀中，挺拔的身影能将我整个人笼罩。突然，身后的人颤了颤，发出一声闷哼，血腥味扑鼻而来。我回头望去，心中大惊，魏灵的背上插着一支长剑，鲜血直流。坐好。他将我的头又按回怀中。我思量片刻，拉了拉他的衣角，轻声说：你的马载着2个人，早晚会被追上，把我放下吧。你身居要职，还要带兵打仗，不能为了救我丧命。他嘴唇紧抿，好看的眉眼上染着优良月色，虽不回答，却将我抱得更紧了些。又跑了一会儿，前面出现一片密林，抓牢了。他调转马头，直接冲进林中。在密林中骑马十分危险，稍有不慎撞到树干，便是人马皆亡。他带着我左躲右闪，直到再也听不到突厥兵的喊杀声。马终于停了下来，一直揽在我腰上的手臂骤然松开，身后的人从马上摔了下去。魏灵双目紧闭，血早已浸透了衣衫。我费尽全力将魏灵拖到一个僻静的背风处，捡柴生起了火，又将挂在马鞍上的匕首烧红。他背上的剑伤有些严重，得尽快处理。在割开衣衫时，他猛然惊醒，一把抓住了我握刀的手腕，手指用力到几乎掐进肉里。待看清是我时，又瞬间软了眉眼，松开了手。会有些疼，你忍忍。我低声说完，就要划开伤口。等等。他忽地开口，从怀中取出一样递给我。突厥王庭的地图，我若把它给韩燕之。我并没有接，故作轻松道：中了支箭而已，死不了。他抿了抿嘴角，没再说话。我再次握紧刀，轻轻划开伤口，找到箭足，用尽全力猛地拔出。鲜血溅了满身满脸，可我顾不得这些，拿出伤药尽数撒在伤口上，又小心包扎好。魏灵脸色煞白，额上全是冷汗，却始终一声不吭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扶他躺好。这是我在城里最好的医馆买的药，你好好睡一觉，不会有事的。多谢阿银姑娘。他轻声道谢，却不肯闭眼，眸中悠悠，始终落在我身上。我还是担心被他认出来，有些别扭地坐到远一些的地方。他眼中闪过落寞，侧开了头，口气哀求：我不看你了，能别走吗？我点点头，我不走，你睡吧。许是失血过多，他很快沉沉睡去。我一直守在旁边，见他始终没有发热，才最终放心。天蒙蒙亮时，我肚子饿醒了，四处转了转，发现了一条小溪，溪水清澈，有鱼儿游来游去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学着原先看镇上的人捕鱼的样子，捉了起来。忙活了许久，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真的捉住了几条。我提着鱼回去，烤熟一条，狼吞虎咽地吃掉。等第2条烤熟，见魏灵还在睡，就先摘起了刺。溪鱼的刺又细又软，我正摘得认真，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我的眼睛已经能看到了，不必再为我摘鱼刺了。我吓得一哆嗦，胸口砰砰狂跳。
心中暗暗懊悔，自己真是猪脑子，怎么还下意识地像以前那样照顾魏灵？魏公子误会了，这鱼是我自己吃的。不远处，魏灵面色苍白，眼中映着细碎的晨光。瑶瑶，我知道是你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又轻又柔，似有无限哀伤。虽然你不承认，又故意弄哑嗓子，但一个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。你往瓶子里灌酒时，酒流声总有五息那么长。走路时，左脚声比右脚的重一些。生火时，2下重1下轻的打火石。昨晚你说中了支箭死不了时，口气和当初给我医伤时说不严重死不了一模一样。我整个人彻底愣住了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一起生活了大半年，他虽然看不到，却能将我的一举一动分辨得如此清楚。那也没必要再掩饰下去了。我往后退了几步，警惕地看着他。魏灵，我是看在你跟突厥人打仗的份上才照顾你的，等回去后，休想再跟我扯上任何关系。他整个人晃了晃，眼尾像染了胭脂，慢慢红了。瑶瑶，你不是买了我吗？为什么又不要我了？是你担心自己被卖去南风馆的事宣扬出去，要杀我灭口的。谁告诉你的？是那晚你跟属下说话，我亲耳听到的。别再装，我若想伤你，就不得好死，天打五雷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他忽地将我的话打断，一字一句诅咒发誓，反倒把我吓了一跳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他凄然一笑，连睫毛都在颤抖。瑶瑶，那你能相信我吗？之前以为他要杀我时的恐惧、委屈和酸涩又都涌上心头。我抹了抹眼角的泪。那你说知道你行踪的人全都灭口是什么意思？他轻叹了一声，走近几步，见我不再躲闪，才小声说，都是些朝堂争斗，阴暗诡谲，本不想告诉你。我出身定远侯府，是太子殿下的嫡系，当日奉殿下之名秘密出京查案，却不想被齐王发现了行踪。他派人一路追杀，我身受重伤，又中毒盲了眼，被卖去了南风馆。那些知道我行踪的杀手必会阻挠殿下要查的案子，所以才要全部灭口。听完他的解释，我终于放下心来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真对不住，是我胡思乱想，误会了你。他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像是落入了漫天星河，抖着手将我抱进了怀里。瑶瑶，你不会再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头在他胸前蹭了蹭，轻轻应了一声。我花了那么多钱，若不要了，实在是太心疼了。我和魏灵在林子里休息了一天，等他伤势好一些，能骑马了，就前往百姓们躲避的山口。一路小心谨慎，再没有遇到突厥兵。魏灵脸上的笑越来越怅然。他说，3日前他将突厥主力引入埋伏之处，就领兵突围而回。现在这里看不到突厥人，就代表韩彦之打了胜仗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回到山口不过几天，就看到了朝廷的大军。走在最前面的人一身玄甲，头束红带，满身风发昂扬之气，正是韩彦之。他看到魏灵，跳下马，飞快地冲过来，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阿灵，我们这场配合实在是太漂亮了。魏灵顿时脸色煞白，笑容僵在嘴角。一旁的我忍不住出声提醒，小心，他受了伤。韩彦之看看我，又看看魏灵，面露惊异。阿莹，你不害怕他了？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魏灵拉住我的手圈在掌心，又对着韩彦之浅浅一笑。彦之，其实阿莹原本姓宋名瑶，与我早就相识，更救过我的命。期间往事，等我有机会与你细说。韩彦之的目光落在我和魏灵拉在一起的手上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几个军士前来汇报，只能走开。其实这段日子我多多少少明白他的心思，但一来战事吃紧，二来他从未表明过心迹，也就装作不知。这时我拉了拉身边人的袖子，小声说，你要跟韩将军说什么？魏灵眸光流转，静静看着我。瑶瑶，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？自然是你。他一下子笑了，舒朗的眉眼上扬如月。那我便和他说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当晚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总也睡不着。突然想起今天大部队回来，
很多事情忙，竟忘了给魏灵换药，连忙起身带着伤药去找魏灵。夜已深了，他的帐篷还亮着灯，窗子上却映着2个人影。你们互相有情意又如何？你那长公主娘亲难道能容得下阿莹？质问声传来，是韩燕之的声音，还提到了我的名字。我不由屏住呼吸，小心地凑到窗边，仔细听着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了解你家是个什么样。你娘自诩出身尊贵，向来眼高于顶。自打你10岁起，就把京城年龄合适的小姐们都相看了个遍，最终才勉强相中了李阁老的孙女。你把阿莹带回去，难道让她做妾？不是。一直沉默的魏灵忽然开口，我和李小姐从未有过婚约，带瑶瑶回去，自然是明媒正娶。呵，明媒正娶，说得轻巧。韩燕之的口气有些嘲讽。你能护得住她不被你娘搓磨？就算在家不被欺负，但在京城交际应酬，那些自命清高的官家小姐们不会对她冷嘲热讽，排挤刁难？你难道娶了阿莹，就让她整天待在家中，只围着你一个人转吗？这话说完，屋里陷入沉默。过了许久，才又听到韩燕之的一声叹息。我早就逃出京城那座牢笼，往后驻守边塞，四海为家，可以给阿莹无拘无束的生活。魏灵，你若真的爱她，就应该放手。我没有出声，默默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脑子里反复回荡着刚刚韩燕之的话。其实我知道魏灵出身显贵，母亲更是金枝玉叶，可之前从未多想过，只觉得我喜欢她，她也喜欢我，那我们就应该在一起。直到今晚，才被韩燕之一语点醒。魏灵家在京城，周遭全都是达官显贵，自己一个偏远小镇来的九娘，怎么会被人看得起？又如何立足？一时间，心中百转千回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天色大亮。起床后，我装作若无其事，对魏灵还和从前一样。而此次打了胜仗，他这个监军也该回京复命了。一晃多日，转眼到了他启程的日子，像是有默契一般，他没提要带我回京，我也没说要和他一起走。临别那天，他单独来看我，屹立的眉眼间似笼着一层细雨绵绵的雾气。瑶瑶，我要先回京了，你能等等我吗？我佯装不懂，努力挤出一抹笑。此次打了大胜仗，可是全军将士的功劳，你回京可得上奏皇帝，好好论功行赏啊。那是自然。他微微颔首，忽地抬手扣住我的头，吻了过来。瑶瑶，你一定要等等我，好吗？好。我笑着答应，心里却知道，他回到京城会继续做小侯爷，娶阁老家的孙女，从此和我再无任何瓜葛。马车渐渐走远，消失不见。我仍愣愣看着，心中像有把刀在绞，疼得厉害。难过的话就哭吧，我可以借你肩膀靠。韩燕之不知何时来了，眸光明明灭灭，全是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低下了头，拼命压下喉间的哽咽，只不过一时有些伤感，喝几杯酒就好了。这才对。他笑了起来，拉起我的手往军营走。近来没喝你酿的酒，正馋得厉害，走，咱们喝酒去。之后一连几天，韩燕之都来找我，带我骑马、喝酒、聊天。这天一早，他又带着我出城，没多久，就看到远处浩浩荡荡来了许多车马，前面的一人白衣白袍，满身风华，正是魏灵。而韩燕之看到魏灵身边那个头束玉冠的金贵男人时，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神情无比凝重。是齐王，他怎么来了？齐王，我心中也不由一惊。之前魏灵说，就是齐王派杀手将他打成重伤，中毒眼盲。他突然来边塞大营，又是为了什么？齐王驾到，军中自然设宴盛情款待。酒席上，齐王边喝酒边不断夸赞魏灵和韩燕之，说他们此次大破突厥主力，可是立下了大功。皇帝知道后龙颜大悦，特派自己来带着封赏犒劳全军。魏灵和韩燕之听了，连忙跪地，臣等不敢居功，全赖陛下皇恩浩荡。齐王眸光闪了闪，哈哈笑着将他们扶了起来。此次本王还带来一道旨意，既然魏小侯爷拿到了突厥王庭的地图，
父皇命你们率军直捣黄龙，擒获突厥可汗，彻底将这帮蛮人赶出草原。卫灵与韩彦之互相对视一眼，再次跪倒在地。臣等领旨。平静了没多久的军营又再次动员起来，只不过这次全军的统帅换成了齐王。他命卫灵和韩彦之带着先头部队先去探路，一旦探到突厥王庭的位置，就派人回来送信。他自己再率主力前去围攻。齐王是皇子，又有皇帝的圣旨，他的安排没人敢有异议。出征前一天，卫灵和韩彦之不约而同都来到了我家，两人一杯杯对饮，神色越来越凝重。齐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要把我们俩同时派出去。这2年，陛下龙体欠安，齐王和太子明争暗斗的厉害，我在边塞都有所耳闻。上次他害你不成，又要使什么阴招？只能见招拆招，一切小心行事。夜深了，两人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，站起了身。瑶瑶，卫灵对着我浅笑，招了招手。月色银华，在他的双眸流淌。这次我走之后，就别再等我了。呸呸呸！韩彦之大声将他的话打断，胡说八道什么？阿莹，你好好等着，我们一定活着回来。我会一直等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不仅是我，全城百姓都会等着你们回来。卫灵和韩彦之一起走了，城中的房屋交给了齐王。可他每天不是骑马打猎，就是饮酒作乐。后来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酿的酒好，隔3差5就差人前来取酒，每次都拉走满满一车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始终没有卫灵他们的消息，我心里总是莫名的发慌。这天来取酒的是原先韩彦之的一名副官，因之前打仗立功，已升了参军。我和他还算熟识，就趁他搬酒时，偷偷地问：可有韩将军他们的消息了？那参军的手剧烈一抖，酒坛险些摔落。他小心地左右看了看，见没有人，才将声音压得极低。韩将军他们早就探到王庭所在，几次派人回来，齐王都按兵不动，只怕不久他们就会弹尽粮绝，被突厥人围困，全军覆没。什么？我大惊失色，连忙说：难道没有齐王的命令，就没人去救他们吗？兵符在齐王手中，他又是皇子，谁敢违抗，只怕会以谋反罪论处。那参军说着，眼眶忽地红了，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搬着酒走了。我独自一人在院中愣愣发呆。没了粮草，全军覆没，兵符，谁敢违抗，谋反罪论处。独坐到天明，我心里渐渐打定了主意，又开始专心酿酒。过了3天，终于又见到那参军来取酒。我帮他把酒坛都抬上车后，又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袖。我可以一起去军营吗？今日的酒烈，若有什么事，我能照应1、2。他眼中先是犹疑，随后脸色微变。阿银姑娘，求你了，将军，让我去吧。他沉吟片刻，最后郑重点了点头。到了军营，齐王和他的随从们果然又在听取享乐。酒端上去，立马开怀畅饮。我默默等在帐篷外，听着里面的动静。大约1炷香之后，突然有人大喊：不好，酒里有毒，快救齐王殿下！大营里顿时乱作一团。没多久，冲过来几个人，将我用绳子捆住，说：谁指使你毒害殿下？我摇了摇头，无人指使，齐王曾害我的夫君，我为夫报仇而已。胡扯！为首的一人扇了我一记耳光，压下去用重刑，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。慢着！随着一声呵斥，那参军带着一队士兵匆匆赶来，将我拉到了身后。谁敢在军中滥用私刑，当军法处置。他说着，环顾四周，见无人敢反驳，才又吩咐：先把他关起来，日后押送回京，交由大理寺审问。此时齐王中毒，主将不在，而这位参军多年来跟着韩彦之出生入死，在军中威望极高。在群龙无首之时，他的话无人敢违抗。我很快被单独关押起来，可看管我的士兵对我极好，不但给我松绑、送水送饭，看到我的脸被打伤，还送来伤药。第2日一早，那参军拿到了齐王的兵符，下的第1道军令就是前往突厥王庭。临行前，
他来看我，一进门就直接单膝跪地。阿银姑娘，我代韩将军和所有被围的将士，谢谢你。我轻轻笑了起来。你们放心，无论到哪里受审，我都只有一句话：毒害齐王是我一人所为。他眼中似有泪光闪过，对着我深深行了个礼。姑娘大义，天地可鉴。漠北突厥王庭，这已经是被围困的第20日了。夜晚，韩燕之清点完粮草，又走上了城楼。卫灵早已站在那里，凝神看着城外突厥人的阵营。燕之，你看，他指了指东南方的一角。这些日子，我仔细看过，那里突厥防备最弱。若能有人大张旗鼓出城，吸引突厥主力，其他人便可从那里突围。韩燕之点点头，我也发现了，城中粮草最后还能撑几日？3日后我去吸引主力，你带人突围。不可！卫灵毫不犹豫地拒绝。上一场仗怎么打赢的，你忘了吗？这次还是我做饵，你突围。韩燕之又想了想，答应了。可等到3天后，他却直接命人将卫灵抓起来，绑在了马背上，带他走，你们务必突围出去。卫灵愣了愣，大喊道：我们之前计划好的，你带人突围。放了我！你听到没有？韩燕之。可无论他说什么，韩燕之都不为所动，清点好人马，就带人出城吸引突厥主力。临出城门前，他勒住缰绳，又回头望了望仍在喊他回来的卫灵。别叫了，留着力气突围回去，阿银还在等你。卫灵死死盯着他，急红了眼睛。我放手了，不让他等了。你说过，只有你能给他无拘无束的生活。韩燕之扬眉一笑，仍旧是那般张扬明朗。可我知道，他心里喜欢的是你。卫灵，你要好好活着。说完，挥了挥手，转身而去。城外很快就传来了喊杀声，城中的将士抓准时机，带着卫灵冲了出去，直奔东南方向。卫灵记不清跑了多久，砍杀了多少人，只能感觉到周围的突厥人越来越少，厮杀声越来越小。他们真的突围出去了，却没有任何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卫灵咬紧牙，拼了命地往大营赶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拿到兵符，为韩燕之和所有死去的将士报仇。跑了没多久，前方渐渐出现数不清的士兵，马蹄溅起漫天尘烟，所有人不由心中一紧，难道又进了突厥人的埋伏？卫灵凝神看了看，心中突然狂喜。最前方的大旗上写着韩字，是他们的主力大军。他想也没想，策马狂奔过去，对着所有人放声高呼：跟我回去，救韩燕之。这是我被关押的第10天，看守我的士兵都对我很好，但不会让我出去半步。毕竟我犯的是毒害亲王的大罪，若逃了，无人能担待。这天傍晚，一向安静的军营忽然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我赶紧凝神去听，外面的士兵隐约在喊：胜了，将军回来了。一直以来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地。胜了，那我也算死而无憾了。这晚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个觉。沉睡中，感觉有人轻轻摇了摇我。瑶瑶，醒醒！我猛地睁开眼，愣愣看着面前的人，眼泪汹涌而出。卫灵，你活着回来了。他为我擦了擦眼泪，又将我抱在怀中片刻。沉声说：我都安排好了，今晚就走，会有人带你远远离开。我心中一惊，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回京认罪。他眸光如水，静静看着我，似有化不开的温柔缱绻。瑶瑶，是我指使人谋害齐王，此事与你毫无关系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现在就走。他猛地将我的话打断，为我披上斗篷，送出帐篷。外面果然停着一辆马车，车夫对着卫灵拱手行礼：小侯爷放心，小的定会将宋姑娘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卫灵颔首，直接把我抱上车，又挥了挥手：走吧，瑶瑶。马车疾驰而去。卫灵，我趴在车窗上，泪如雨下。月色下，她姿容如玉，孑然而立，依稀还是当初与我住在一起时，每天立在门边等我回家的模样。车夫带我走了许久，最终落脚在一个江南小镇。我仍旧做起了卖酒的生意。1年一晃而过，这天是端阳节，买酒的人多，
我早早收了摊子。刚回到家休息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我隔门叫道：“今天的酒卖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外面安静了。就在我以为人已经走了时，突然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：“那我讨一杯茶喝，可好？”我霎时愣住了，待缓过神来，疯了似的冲过去开门。外面的人一袭白衣，对着我浅浅而笑，眉眼间似有春风拂过。瑶瑶，我被罢了官，削了爵，现在无处可去，你能不能收留我？当然能。我一头扎进魏玲怀里，紧紧环住她的腰，眼泪簌簌而落。她眼中笑意更甚，又轻声问：“你答应了，就得收留我一辈子，好不好？”我早已泣不成声，只能不断点头。正哭着，不远处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一辈子那么长，你们后面再亲热，我还想跟阿莹说几句话。”韩燕之乌发高束，迎着阳光走了过来。行了，你先进屋喝茶，我要跟阿莹说话。她对着魏玲昂了昂下巴。魏玲笑着转身进门。我看着身量高出许多的韩燕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睛。阿莹，之前魏玲说要带你回京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可她现在丢了官，也不是什么小侯爷了，实在可怜，还是你来收留她吧。往后边关由我守着，突厥人休想再进犯一步，你跟魏玲就尽管去游山玩水。韩燕之的口气一如既往的随意张扬，我心中涌起无限暖意，小声道：“谢谢你。”谢什么？他顿时抬高了嗓音：“你可是救过我的命。”说着，他又眨了眨眼睛，弯身凑到我面前，黑如曜石的眼眸一顺不顺地看着我。你也救过魏玲，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这一次是他在先。不过，阿莹，若有来世，让我先遇到你一次，行吗？眼中再次无比酸涩。我咬紧唇，点点头。行。他展颜而笑，似朝阳般绚烂夺目。那就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说完，转身大步而去，直至身影消失不见。魏玲出来，将我揽进怀里。瑶瑶，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生娃娃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